任何事做得极致就是艺术。李问被香港警方引渡回国，负责押送的女警叫何蔚兰。从她口中可以得知，李问是国际伪钞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一度在海内外频繁作案，致死致伤人数多达上百。集团成员的其中4人先后被杀，只剩李问和他绰号画家的老板没有死。画家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监控视频截图。何蔚兰想要从李问口中问出画家的真实身份，但李问深知背叛画家的后果，所以即使面对何蔚兰要将自己拉出去顶包的威胁，他也没有松口。这时，一个叫阮文的女人带着政商两界的大佬来保释李问。原来李问的那封求救信就是寄给阮文的，两人以前是情侣关系，而近期被伪钞组织杀掉的画商骆先生则是阮文的未婚夫。他劝李问说出画家的身份，免了牢狱之灾。李问松了口，向众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那是1985年，他和阮文在温哥华认识，两人还是籍籍无名的新人画家，10年间都没有卖出去一幅画，生活十分窘迫。李问的画作靠模仿前人，所以经常接的是画仿品的生意。阮文则因为优秀的创作能力得到画商骆先生的赏识，骆先生将李问的画作贬得一文不值，阮文却坚持如果不认可李问的画，就不会授权让骆先生代理自己的作品。这一切都被门外的李问听到，他拦住离开的骆先生，替阮文答应了他的条件，然后安慰阮文自己的画已经有人买了，还付了定金。他认下了自己的价值就是作假这件事。骆先生为阮文举办了画展，阮文将李问的画也挂了起来，但没想到这幅画却被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嘲讽为残羹剩菜。阮文气不过，将一杯酒泼在了男人脸上。李问拦住阮文，然后追出来和男人道歉。男人拿出李问仿造的画，表示自己就是为他而来。李问向男人讲解了自己是如何完成这幅仿品的。男人十分欣赏李问，他表示任何事只要做到极致就是艺术，像李问这种艺术家应该找到对的舞台。男人说完留下一张名片离开了，而他就是故事的主角画家。李问回到画展，阮文的画全都卖了出去，只剩自己那张无人问津。他彻底心灰意冷，决定从今往后就做个假画艺术家。李问找到画家准备跟着他干，没想到画家要李问复制的不是什么名画，而是实打实的钞票。李问觉得这人八成脑子有问题，画家极力想要说服李问，说自己真名叫吴复生，祖上3代都是做伪钞的，至今没有一个人坐牢，并再三保证李问只负责制作，绝不会将他牵连进来。李问虽然心里动摇，但却不想趟这个浑水，画家也没有强求，只是告诉李问就当没见过自己，然后开着车离开了。李问回到家，看到了和骆先生离开的阮文，他找到画家同意跟着他一起干。画家向李问介绍了团队的其他成员：电板师傅新书、管家华女以及负责运输和安保工作的4仔波比。一行人回到香港，李问的仿造技术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几个难关需要攻克，那就是变色油墨、无酸酯和浮水印。一场兄弟，你拿枪指着我！画家带着李问来到伪钞工厂，工厂建在人烟罕至的深山里，李问也随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团队里的几人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去解决一些艺术难题，今天他们赌的是一幅古画的真假。李问对这方面比较精通，他告诉大家一些裱画大师可以将宣纸揭开3层，而因为名家作画实力透纸背，所以古画被揭开后一幅真迹就会变成3幅。画家听后大受启发，说可以先做好水印，然后用2张纸把它夹住，这样就能解决浮水印的问题了。浮水印之后就是垫板，李问和新书用了2个月时间做了17个模板，终于得到了最完美的垫板。工作之余，李问向新书打听起了画家的事。新书的垫板，画家带着李问来到东欧，收购了一部以前当地中央银行用来印外汇券的凹版印刷机。接着他们发现美国政府将印钞剩余的无酸纸给了通讯局做电话簿，便谎称是香港某知名慈善机构以买纸印刷漫画书捐给非洲儿童的理由，成功购买了500吨无酸纸。经过实验，所有细节全都完备，只差变色油墨。画家和李问回到温哥华，丝毫没给他心理准备的时间，就带他实施了自己的抢劫计划。李问大脑一片空白，手里的枪都拿不稳，画家几人却熟门熟路解决了几个警卫。刚拿出2桶油墨，画家就被车里藏着的另一个警员打中，虽然子弹被防弹衣挡了下来，但画家还是勃然大怒，对着车里的警员连开数枪。没来得及搬出的油墨被打漏，画家将所有警员关在车厢，却并没有打算饶他们一命，转身离开后引爆了放置好的炸弹。这次抢劫杀人事件之后，画家的行事风格让李问心生退意，他打定主意帮画家搞定变色油墨后就离开。做好的伪钞很快就流向世界各地，画家的团伙赚得盆满钵满。这天，画家约见了金三角大佬将军的人，金将军手下的伪钞专家吴秀清确认后，双方约定第2天正式交易。这交易不如说是谈判，将军要的不只是画家手里的伪钞，还有他做伪钞的方法，并强硬提出让画家留在这里将印钞方法交给自己的人。画家也不再遮掩，
将军口口声声说和自己父亲是兄弟，但害死父亲的正是他这个好兄弟将军。家让李问松开引爆器，随着爆炸声响起，混战一触即发。画家举着枪大杀四方，波比和新叔开着车加入了战局，四仔则远程抢火力支援。李问腿部中枪，躲在一旁瑟瑟发抖。局势渐渐逆转，偏向画家。李问听到吴秀清的呼救声，冲过去将他救了起来。画家这边也成功解决了将军。后来的1年时间里，画家的团队什么都没有做，留在金三角休养生息。大火灼伤的吴秀清在李问的陪同下做了整容手术。画家买了本假护照给吴秀清，用的是阮文的名字。三人来到阮文的画展，吴秀清也终于得知李问心中一直在意的那个人是谁。与此同时，李问也听到了阮文即将和骆先生结婚的消息。游艇上，李问订了2张机票，想带吴秀清一起离开。画家和他因为去留问题产生了争执，最后撂下一句搞定变色油墨就滚后放开了李问。这个时候，一个自称马主教的男人通过中间人介绍，想和画家做生意。中间人是新书的老主顾，李永哲的目光则停留在店里的一个钟表上。原来新书早在1年前就坏了行规，用伪钞购买了这只钟表，而李永哲也因此盯上了新书，并辗转搭上了画家这条线。坏了行规，即使是新书这样的老人，也没免于一死。李问始终没法接受画家冷酷无情的行事风格，画家也答应做完马主教这单就放他走。李永哲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仍按照约定付了这场鸿门宴。交易时，画家谎称要将垫板卖给李永哲，拿出一个箱子让李问打开，没想到画家给李问最后一个机会，他将阮文和骆先生也绑来了酒店，逼李问杀掉骆先生。李问直接将枪口转向画家，却迟迟下不了杀手。画家立刻朝着骆先生和阮文开枪，李问冲进去救下了阮文。画家和波比几人只剩画家和李问持枪对峙。这次李问没有再犹豫，开枪打死了画家。吴秀清匆匆跑来拉着李问逃离了酒店。2人离开后躲在了画家买给他的度假酒店。李问在决定离开这里，结果还没坐上飞机就被警察抓到。他也在上警车的最后一刻看到了路边的画家。这就是李问被抓前经历的所有事。警方根据他的口述给画家做了侧写，然后便将他假释，并派人继续对其进行跟踪。何蔚兰无意中看到一个和画家肖像极其相似的警员，于是立即下令封锁整栋楼，对此人进行了搜捕。事情也在这里发生了究极反转。按照肖像画抓住的画家实际上只是警察局的一名干警，而李问口中画家所做的事全都是他自己的经历，画家只是他创造的虚拟人物。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来保释李问的阮文也是假的。李问的那封信收件人其实是吴秀清，李问将他从大火中救出后，将他整成了阮文的样子。发现上当的何蔚兰带着警察来到酒店，却只发现2个警察的尸体。现场遗留的打火机里夹着一张写有数字的字条，字条是吴秀清留下的。警方很快就根据提示拦住了准备潜逃出境的李问和吴秀清，而吴秀清早就在船上安装了炸弹，没等警察的人登船，他就引爆了炸弹，和李问同归于尽。最后，在李问故事中，那个和他相爱过的阮文，也仅仅是他的邻居。